我尊贵的造物主们，我的名字叫浩如，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为自己创造一次探索内心的旅程。今天主题来自于我亲爱的粉丝投稿，是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来选取一组图卡，你可以选择图片，也可以选择数字，看看哪一组图卡会更想要让你点进去，那么你就可以点进去听听看哦。那么开始我们今天主题之前的话，留个讨论话题哈，你们觉得丑小鸭它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OK，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Hello， 第一组哈，来看一下吧，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边有看到的是有太阳上升月亮的巨蟹座的这种能量啊。巨蟹座的话，那么代表说你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家里面帮你们安排一些事情啊，然后帮你们就是有选好一些道路啊，或者说是帮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去走，怎么去做一些决策啊什么的，就是有一种很好的选择在那边了，已经做好了一些选择什么的。再然后你们可能是迎来了一些决策，或者说是你们需要去选择啊，各种各样的道路上面需要去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好像跟之前安排的有一点对不上，或者说是和之前安排的这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出入啊什么的，还有你自己的话也有了很多你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啊。然后从过往过来的话，这边有很多的决策和选择啊，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自己选错了专业啊，或者说是选错了某一些什么，选错了一些过往当中的一些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去做，或者说是选错了一些专业性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专业性啊什么的这种啊，而且的话可能会在错误的人事物、错误的一些事物上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后悔过往这种。再然后这组的话，我觉得你们这种高等教育啊这方面的能量会非常的强啊，这种高等教育像什么大学啊、研究生啊这方面能量会非常的强啊，对于一切的事物都是会有很强的这种就是洞察力啊什么的这种，然后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创造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有一些交流方面，你们可能外语会特别的好，外语啊或者说是这种其他小众语言啊什么的会非常的好这种啊。再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的爱好也算了，而且喜欢异国的文化，喜欢舞蹈这方面都算了，这些都算的。然后也有看到说你们可能会就是有一种中和剂的感觉，你们在人群当中的话呢是可以去中和到很多的人，你也很懂得如何和别人去相处，你也很懂得如何去转化别人的负面能量，也很懂得如何去相互帮助，相互就是加油打气，一起往前去前进这种啊。再然后看到的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然后在面临很多的选择，这些选择里面的话是有一些雷在那边的，很容易就是踩雷啊什么的这种啊，很容易可能会遇到说选错了怎么办，或者说你可能已经选错了这种的。这个选错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运势里面就是你必须要通过选错才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这个我牌有点推不开呀。 OK，那么就这样来吧，我继续看一下哈，继续看一下接下来的发展呢。接下来的发展这边，为了让你们欣赏这副牌啊，我就把它们全部都正过来了。然后看一下哈，接下来的发展是否可以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呢？是的，你们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但是你们的这个道路的话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拐弯啊。变动、拐弯这种的，可能会你们另起炉灶啊，或者说拐弯、拐个方向去寻找其他的啊什么的，或者说就是思维啊什么的，觉得说，哎，其实我做这个也是可以的，我可以做那个的，就是这种突然好像是找到了可以做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啊，这种感觉会非常重一些，然后可能会收到一些信件呐，或者说收到一些就是启发呀什么的这种啊，很大的这种启发，可以让你们把一些附属的专业技能什么的给挖掘出来这种啊，看到的是。然后在这边的话，你们可能需要稍微注意这个什么，就是肠胃啊，尤其是就是你们的消化系统啊什么的，可能需要更注意一下消化系统的一些保养啊什么的，因为可能会着凉，看到的是可能会着凉啊什么的。再然后看到这边是会有一些那种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一些领域什么的，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再然后我感觉就你们接下来应该是会遇到一个惊喜的，就是有一种让你们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做，我居然可以做这个，或者说我居然还可以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惊喜在啊。它这种惊喜是突然而至的，而且它算是一种祝福吧。再然后你们现在的这个道路接下来肯定会拐弯的，肯定会转向于某一个另外一种形式，或者是另外一个频道，或者说是另外一个频率啊，这些都算了，所以肯定会进行一个转变转化的这种。
那么转化之后更遥远的未来是什么呢？转化之后的话，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让你们去掌控吧，更容易的去掌控，更有这种掌控的感觉，可以去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不安全感啊什么的，而且会做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啊什么的这种啊，开始学习啊。这张牌是学徒的牌，你可能会和别人一起去学习某一些新的技能啊什么的，某一些新的一些东西，互相学习，哪怕是学习如何谈恋爱这一点都算了。而且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啊，比较就是财富非常富有的人，或者是精神财富非常富有的人，然后为你领路，然后把你领进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全新的一个殿堂这种感觉啊。这个殿堂的话，可以让你这边发挥出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它也代表这张牌也看到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如果你们有学业的话，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如果你们是工作的话呢，那么一个很好的老板，这种啊，一个很好的上司可以带领你们这种，让你们在这个新的道路上面充满很多很多的安全感，这种啊。再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些守护者出现了，这种守护者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这种。一个比较老年人，或者说是一个年长的人，一个守护者可能会带领你们进入到全新的殿堂这种感觉啊。再然后让你们是以学徒的身份去学习到一些正确的道路上面去发展正确的开始，就像是丑小鸭的片段里面是什么呢？它变成了这个天鹅之后，天鹅的朋友们啊，带他们去见识一下天鹅的社交圈是什么样的，就是把它带走了嘛，把丑小鸭带走嘛。然后它的迁徙的那条道路的指引者是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所以你们是否是在对的道路上面呢？是的，是在对的道路上面。但是你这个道路的话，可能接下来马上就要迎来一个转弯和转化哦。那么这种转弯是好的呢，财务状况会很好啊。财务状况是非常 OK 的，然后你们也可以进入到一个非常玩乐性非常强的，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抱着一种探索的欲望去尝试全新的领域，这种全新的一个生活圈，甚至是全新的一种世界，这种感觉啊，有点像什么？可能你要去接触到的是一种异国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些小众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民族的文化，我总感觉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可你当下的这个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体系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什么吧，国外的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小众的，比方说埃及的音乐、苏美尔文化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的，去接触到当地他们的那种人，甚至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就是讲那个什么的希伯来语的人。就是现代希伯来语的这些人，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体系，非常遥远的这种体系，这方面的感觉啊。然后也有看到说，就是可能会去尝试一个拐弯，拐到某一个地方，拐进某一个领域里面，这种感觉啊。然后再看一下，还可以收获一些什么？还可以收获到的是这张牌啊，还可以收获到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缘，非常多的理解、包容，还有就是收获很好的一种财务方面，可以帮你就是帮你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生活的生活收入的这方面财务啊，财务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一种进账啊什么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更受到尊敬，更受到很多人的一些尊敬啊什么的，有一点像是，看起来是小众的，但是进去了之后它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就是如是在下，如是在上，那个是这么说的吧？可能是翻译不太对，也就这个意思，就是它里面的等于外面的，外面的等于里面的，上面的等于下面的，下面的等于上面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么用能量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呢？当你真正的深入到基层的时候，往往你是那个真正的智者；当你成为那个真正的智者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的进入到基层，就是这种上和下啊，内和外。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和外界的环境渗透到你的思想里面的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混合和融合，在这边出现了这张混合牌啊，混合的这张牌啊，在这边这个，所以这种融合性的话，可能也会在这里面去体现出来，就是外界的环境会滋养到你，你也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发光发热，发挥出自己的能量，去影响外界，发散自己的能量，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一组的话，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是的。然后接下来要转弯，要到一个弯道了，就是接下来你是要弯道超车还是怎么样，都是完全 OK 的这种。然后看一下吧，这张道路开花啊，开花结果什么方向？
顺势而为，开花结果，顺其自然的往下走下去，必然会找到开花结果的那个地点，甚至是会有一种享受这个过程，带着好奇和玩乐的心态，非常的好奇它会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在里面如何去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这种道路上面啊。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喽，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二组哈，第二组今天邀请到的是家具塔罗牌，是我有生之年希望再入一副的塔罗牌哈。有生之年，好吧，来开始看一下吧，你们这个经历的是什么？这边呢，感觉好像对于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迷惘和迷茫，可能会更多的注重于当下，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是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感觉啊，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然后摸着石头过河啊这种感觉，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边也有看到说，就是过往当中可能尝试了一些什么失败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损失啊什么的这种啊，甚至是可能会马上否定掉这个东西啊，否定掉了这个东西，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太对的，它就是一个笑话这种感觉啊，是这张牌跟我说的。就他觉得说，就是可能过往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揪心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让你这边觉得就是比较失败的一些事情嘛，然后以至于你可能不再想要去尝试那个，然后现在的话会很害怕说是自己是否会重蹈覆辙这种，然后自己是否会再次进入到那个坎里面去这种啊，所以给自己设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枷锁，以至于自己的天赋才能和你的这个天生的能力发挥不出来，因为你太多的一些规则的一些束缚，太多规则的一些打压。这两张牌的话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图形在这边，就是巨大无比的那个图形，像是一个横，然后一个 H 的那个符号压在这边，看到的是，所以的话就是，可能会出现说，因为过往的一些失败，然后就是太过于遵从某一些规则，从而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发挥出来这种啊。再然后这组是有守护灵的。就动物守护灵这一类的，而且是有一种从祖先那边继承的一些动物守护灵啊什么的这种，和一些湖水啊、自然呐什么的非常的有关系啊。这组可能你们和就是在有风和日丽啊，有那种微风吹拂的时候，会感觉非常舒适、非常舒服的，有点像什么呢？站在这个就外面散步到河边啊，或者说是散步到那种有和风煦煦的时候喝起一罐，拿出我的可乐，拿出我的快乐水，然后开始喝这种感觉啊，或者说是其他更刺激性饮料什么的这种啊。再然后看一下哈，就非常的洒脱，和这个自然界的连接啊什么的会更深入一些，还有一些植物啊、动物啊这方面的连接会更舒服。它这个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当你整个人的能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在你就是正常去照料的植物，它的长势会特别特别的好，这是我自己亲测的。就是你正常养它，然后有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自身的能量好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长势也会好起来这种啊。然后呢，在这边感觉是有太多的一些胶条在压着你啊。继续再看一下，那么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呢？这是啥？这张牌啊，未来的话可能要进行平衡了呀，这张牌它里面画的是真漂亮。好的，我看一下它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平衡哈。我觉得它这种平衡的话呢，可能是有一种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或者说打破束缚住你的一些规则，然后找到那个真正对的路、正确的路、正确的表达方式和正确的一种规则的运用。这个并不是推翻规则，不是推翻的那种打破，而是你打破了一味的去接受，而是跟它进行更好的一种融合这种啊，因为规则嘛，老祖宗定的规矩总是有它原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无知的，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智慧的，他们也是会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做出属于他们或者说让他们觉得正确的一些选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没有说是要挑战权威这种，我觉得更像是想要融入权威，把权威的一些东西拿来进行一个融会贯通，然后更好的去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量这种感觉啊。然后继续看一下哈，还有些什么。未来的话，这一张的话，未来你们这边这组的话真的是财务方面的收入会很好，然后未来的话，你们这边可能会有进行一些物质方面的，就真的是物质方面的一些实验，你们可能会拿很多的物质，或者说很多的行动，或很多的一些作品出来，实打实的去证明自己，或者说是实打实的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风格，和找到真正可以去发挥出你自己的态度，可以去在规则的，就是融会规则的同时，又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最
最完美的作品拿出来，这种感觉。当这种融合产生的时候，产生的东西，不管是作品也好，还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啊、行业啊这方面，一切道路的话呢，它这个道路都将会成为艺术品，就真的是艺术品。这种感觉啊，很强的艺术的爆发哦，在这里面看到的是，我这边看到的是那个什么卦象的话呢，是这个乾啊，坤乾卦，对，坤和乾，它显示什么？炸掉之后重新去完成一个圆这样的能量状态啊，就是这种圆的这种能量状态。它坤的话呢，去整个炸掉的这种，然后再去完成一个全新的一种转换，把炸掉的那些能量状态全部都收集起来，把它转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圆。而且这种圆的话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艺术品的范畴了啊，就科幻一点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嘛。正确一点的说法是什么呢？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去融合规则，然后做出属于自己的态度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是艺术品这种。再然后看一下啊，这边看一下继续，我需要再稍微帮你们清开一下，可能有些还是有些雾啊什么的这种啊。在这边出现的这张牌啊，这张牌的话呢，还是长线的发展，对，长线的发展。而且这张牌的话呢，它代表说是不可以膨胀，或者说是不可以太过度的浪费，不可以盲目的自信，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到终点，就像是一件完美的雕刻艺术品，它需要就是一锤一锤的把它砸出最完美的那个状态，就是这种感觉。手工艺品就像是雕刻品，你一刀一刀把它刀出最完美的那个阶段，就是这样的感觉啊。这边的话是不可以有太多的一些盲目的自信、过度的浪费这种啊，这个。再然后就是要你不要妄想说是你正确的道路上面它就是要瞬间开挂人生马上成功，并不是这样的，还是需要有很长时间的去磨练这种啊，很长时间的去磨练的过程呢，往往都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啊。它并不是忍耐的过程，而是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然后让自己磨练的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利，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忍耐的过程啊，并不是咬牙去忍着，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感觉啊。再然后看一下你们更久远的未来啊，更久远的未来。那么我看一下你们现在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哈。先看一下你们现在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是的，但是你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包纳心、容纳心和接纳心呢，更多的一些包容和接纳啊什么的，就是要还是那句话，老祖宗定的规矩，它并不是没有任何原因的这种，所以还是要反复的去实验，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啊什么的，反复去实验，反复去找到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这个方式，可能就是那个正确的道路啊。再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些什么。还有的话，就是你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它之后是否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收入收获呢？人活着还要吃饭呢，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不是吗？所以你需要保证这一点呢。我这边看到的是，可能会为了某一些事物就完全饭也不吃了，然后就是去做那个事情，这样的话它长久不了呀。你必须是要长线的去发展，这种长线的话，如何去巧妙的利用最少的资源，去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这一点呢，这一点可能是你需要考虑的。然后你们现在是否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是的，但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因为这张牌的话呢，它其实是在那个什么里面的话，那个叫什么来着？透特塔罗牌、克劳利的塔罗牌体系里面的话，它就是调整的意思。这张牌就调整，它是一种调整平衡啊什么这个意思在里面呢。然后看一下你们更久远的未来是会收到一些什么呢？更久远的未来，你们可能会把现在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就是像是武功秘籍一样传授给后一辈啊，未来的人传授给别人。现在你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话，就将来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某一个方面的一些祖师爷啊，就是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你可能会成为那个祖师爷，然后把现在你所开发出来的这些东西侃侃而谈的把它分享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种感觉非常强的人生经验的一些积累，然后把他们就是传送给下一代、下一个人，这种感觉啊，下一个就是对你来说非常亲密的，就有点像是子孙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啊，所以的话，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让你们骄傲的，在未来让你们值得你们骄傲的这种啊。然后看一下这个牌，但是需要调整，怎么调整我已经讲过了，不再赘述。然后看一下这边呢，
懒惰，这个不能懒。对，谢谢提醒，谢谢提醒。这张牌也有懒惰的意思啊。它出现在这边的话，就是不可以懒惰。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我就刚才忘记漏说这个了，谢谢提醒啊。然后再看一下，什么整合归纳，然后融合嘛。这张牌就是阴阳融合的意思嘛。阴阳融合，因为它这里面有狮尾蛇，还有一些风元素啊、火元素啊这种的一些融合，元素的融合，太阳和月亮的一些融合这种，所以就像是我刚才所讲的一种融合。再然后这个懒惰不可以懒惰哦，要积极勤快向我学习，每天日更。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三组哈，第三组这一组的话，你们的创造力、生产力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也算是比较勤快的吧。看到的是勤劳的蜜蜂，然后看一下你们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此生希望再次入的，再入一副的这个有生之年，好吧，有生之年系列的这个家具塔罗牌啊，家具塔罗牌。然后看一下这个什么过往发生了一些什么。过往发狮子座啊，最近的话狮子座能量比较大一些啊，满月了嘛。满月的话，我过2天做哈。这一张啊，这一组的话呢，就是性情中人啊，表现呢什么的话都是会直说啊什么的，会。你们这个会为什么像呢？你们这一边会出现2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你们表现出来的是性情中人，非常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接受，什么事情的话也都很 OK， 然后对于什么事情的话也是非常的积极，想要表达自己的态度也是会非常的热情，这种啊，就是非常的性情中人吧。对，但是呢，实际上呢，内心慌的一批啊，会很慌的这种啊，非常的慌张这种感觉啊。再其次的话，你们可能会因为过往当中，因为自己说了一些什么，然后翻车过啊，说了一些什么，就是口舌之灾，这个可以理解为是口舌啊，犯的是口舌，因为自己说话可能会太就是奔放了，然后翻车了这种感觉啊。再然后这边看到的是可能会有一些说话啊什么的，以至于之前翻车了之后，现在的话就说话了之后可能会后怕，表达一些什么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怕这种啊。再然后看到的是有一些就是你们可能在攻克一个非常难的难题，还有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种问题的话，在旁人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是你做起来很简单而已，你做起来给别人的感觉很简单而已，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到的是，再然后这边你们可能是会最近是有收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说有一些心跳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工作还是感情，我不确定，就是让你们有一种心跳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这种啊，这些心跳的话呢，它可能预示着有一种伏笔在这边的这种感觉，这个倒是不用过多的去在意说是什么伏笔，是不是我要完蛋了，它也可能是一段很好的缘分呢，不用太过多的一些担忧啊担心啊什么的，只是有看到就说出来了。再然后它也代表说就是有一些看很多的书，学习很多的一些事物这种，还有就是你们可能会最近唱歌啊表达啊还有声音啊这一块会有很好的提升。就像是我最近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这尤其是今天呢，我说话终于不卡壳了，终于不卡了，不容易啊，兄弟姐妹们。然后继续哈，继续在这边看到的是你们过往当中的话，可能是有遇到一些事物，就是让你们这边是有让你们的速度和前进的这个脚步受到一些影响的，对，所以以至于你们过往当中卡在了某一个地方，就是遇到了瓶颈期，然后就觉得说怀疑人生，说这个道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种。其实没有那么多对错了，没有那么多的对错，在这个更高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是没有太多的一些对错，都是一个过程和阶段的。然后你说你想要吃瓜子，然后你今天把一个瓜子放到了那个土壤里面，然后你明天就能够吃到瓜子，那是对的吗？不是对的，那是错的。它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还有时间的一个滋养，它才可以长成那个瓜子，长成那个向日葵。所以这一点呢，再然后还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需要有人去照顾它，给它浇水，甚至它必须是一个生的，炒熟了的是不可能发芽的这个种啊。再然后看一下哈。然后再看一下，所以还需要一些空间，还需要一些滋养，这个意思在里边呢。然后在这边的话看到的是，很有恐惧这种感觉，还有一些担忧啊、担心啊什么的这种啊，这个其实也还好了，因为这张牌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这种就是理解啊，还有一些包容力、亲和力都是在的。OK， 那么看一下这边呢，继续往这边看一下。继续往这边看一下哦，这组有桃花哦，有桃花，看到的是
很好的一个桃花秘密的约会基地啊。就在一些西方的文学也好，西方的一些文化也好，西方哈他们的话呢，这个迷宫花园呢可是约会圣地呀，约会圣地啊，就像是现在什么小年轻们的操场一样啊，有这种感觉啊。所以的话，不好意思碰到麦，所以是有很强的这种暧昧的情绪、暧昧的气氛在的哈。这个先不去管它，我们看是否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然后看一下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啊，而且你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的话，还会得到一些身边人的一些辅佐和帮助啊，身边人的辅佐啊、帮助啊，还有指引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啊。再然后这边也有看到说这个。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些滋养你的能量一直在默默的为你做出一些贡献呐什么的。这些滋养你的能量的话呢，他们是非常喜欢你，有很多的一些关注度在你身上。这个的话，你只要做出你最真实的那个样子，不是真实，不是肆意而为哈，就是你想要去表达的一些什么，就是合情合理的去表达出来，没有太多的一些担忧。就可以了，重点是合情合理，不要说是真实的自己就开始任性哈。真实的自己和任性这是两码事情，好吧？真实的自己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扮演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想要把这个角色如何的去扮演出来，这种啊是这方面的真实，就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想法，你想要如何的把这个角色表达出他的性格，这种你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你想要把它表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要通过自己的想法去表达，这种啊是这种叫真实，而不是任性。现在的话就一说要做真实的自己，就感觉好像是要做任性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任性，不是任性啊。任性的话，往往人只要你任性的话，往往都会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的。血一样的教训啊，我真是血一样的教训。所以任性和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完全是两码事哈。再然后看一下，在这边，所以这种最真实的表达自己这方面，他们是希望看到的，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当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你的家人都会无条件的去帮助你，就像你们给我的硬币一样。类似于这样的无条件的去帮助啊，无条件的去支持啊，这种啊，他们是会希望看到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做你喜欢去表达的这个状态，这种啊。然后再看一下，而且这种喜欢的话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哈。再然后看一下身边人的支持，这两张牌都是身边人的一些支持啊什么的。这张牌里面有两只青蛙，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它是有看到两只青蛙是对应到前面的圣杯2啊。有看到吗？在我的指甲这一块，我不敢动了可能看不太到。OK， 这样啊，青蛙这边两只啊，它有对应到前面这个圣杯2了，圣杯2，所以就是会有身边的人支持着你，然后帮助你走向那个真正正确的一些道路啊。这种怎么去支持呢？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的话呢，可能他并不会说是那种无脑的去支持，他虽然会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他不代表他会无脑的去支持你这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你在对的道路上面铺平方向，这种他会不断的去矫正你，而且你在和他们磨合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在磨合了你自己。他这个有点像什么意思呢？人磨花的时候，花也在磨人。当一个花匠去经营非常心爱的花的时候，就像是这张图卡里面的一个花匠去经营这个花，不断的去修剪它，不断的去整理它的枝叶的同时，这个花其实也在磨这个花匠的心性，是这样的相互作用力啊，相互作用力，万有引力。这种感觉啊，所以你们是否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是的，而且这个的话，你们身边的人其实都在帮你矫正，你们身边的人其实都在帮你去成为真正的你，或者说是你想要去表达的那个状态，这种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是人和花匠和花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么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对应到的是丑小鸭的故事里面是什么呢？当丑小鸭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样角色的时候，身边的人都对他不太好，就是他还没有变成天鹅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样的人对你是真心的，什么样的人是虚情假意的，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他在错误的，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鸭子而不是天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遇到更多的一些阻碍，是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你们可能当你们就是去做一些什么，或者是当你们去表达一些什么的时候，是否是就是正确的表达了自己，这一点的话，外界的环境分分钟就可以告诉你，分分钟就可以告诉你这种。所以就是
当你做的错误的时候，外界环境可能会通过一些比较让你倒霉的事情、负面的事情，让你知道你这样做是错的。是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啊，希望能听懂了，有点难懂这个。OK， 那么来看一下，我举个例子吧。这个的话，当你跟别人去交流的这个态度非常恶劣的时候，那么对方也会非常恶劣的对待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外界的环境在告诉你，不应该这样用一个恶劣的态度去和别人交流。当你经常被别人去打压的时候，你还要和他去硬刚，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嘛，要么就是加入，要么就是躲起来嘛。但是你既不躲也不加入，那什么，就是在那边硬刚的话，那你会过得非常的辛苦。这就是外界告诉你这样做应该是不太对的，你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是这种调整可以让你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意思。这样就懂了。然后看一下未来哈，更久远的未来是什么？更久远的未来，更久远的未来在这边了。更久远的未来，这是个啥？我看一下，稍等啊。哦，它这个有的字在上面，有的字在下面。这张啊，好的。他画的好像，看一下哦，确实是，然后继续看一下哈。更久远的未来，你们可以得到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你们可以去掌握你们自己真正适合你们的和真正就是你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就是在那条对的道路上面，不管如何丑小鸭，它最终都会转化成白天鹅，只不过它这个转换的时间点时间地点什么的，可能就是需要你自己去调整。就像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你做错的时候，整个环境都会啪啪给你2巴掌，告诉你，哎呀，你错了，就这种。所以留意这些迹象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被矫正到正确的道路上面，不用害怕说自己选错流星环境，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这种就像花和花匠人磨花的时候，花也在磨你们，这种感觉。所以不用害怕了，不用有太多的不安全感。这边你们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一旦出现偏差的话，环境就会给你提示。然后看一下这张牌卡啊，这张牌卡的话，正在积累经验嘛，正在成长嘛，就像是刚刚埋进去的生瓜子，不是熟瓜子哈，生瓜子埋进去了之后，那么过一段时间，当它的时间累积到一个点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开花成那个瓜子了，开花成那个向日葵了，跟着太阳转动的向日葵了。创造力啊，创造力！所以慢慢的去创造属于你的道路，你真正正确的道路。当你的道路出现偏差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告诉你，你可能是错了，需要反省。所以永远都在正确的道路上，放心，勇敢去前进吧。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4组哈，第4组来看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是我有生之年系列的这个家居塔罗牌哈。我有生之年如果再可以入一个的话，死而无憾的系列哈，家居塔罗牌。然后看一下哈，看一下你们过去经历了些什么，过去经历了些什么。哦，遗憾啊，遗憾，感情方面的遗憾，对于青春的遗憾，还有就是对于自己掌控没有掌握住，没有把握住一些机会而遗憾，这种啊，没有掌握住机会的遗憾。还有这是什么？而且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啥都不太懂，然后跑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错误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话是留有遗憾的这种啊，错过了一些机会，错过一个很好的一些机会，然后让你们留有遗憾这种啊。机会在很多啊，很多机会啊，这里面你们选到的这个牌卡里面，你们并不孤单呐，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你们身边呢。只不过那部分的机会的话，可能会和你们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关系啊，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有关系，而且那时候可能也不太成熟啊什么的，这些的话都会成为你青春道路上面最珍贵的回忆。谁的青春没有遗憾？谁的青春没有干过一些无头无脑的事情？我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青春简直笑掉大牙！天哪，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哎。然后再继续看一下哈，继续看一下这边继续看一下，你们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你们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这是什么？哦，这张牌啊，好像是被过去给绑住了，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的话，它只能够成为记忆存在在生活里面，它没有办法去对未来进行太大的一些影响啊什么的。其实每一个当下都是全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都是重生。
每一个当下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每一个当下都当做是你就是穿越到了某一个小说里面，就是那种转生系列的，你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在转生。上一秒不复存在，噗，消失了，下一秒又开始了全新的开始。这个时候我可以不断的去挥动我的手，我可以说我任何想要去说的，我甚至可以抽我任何想要去抽的塔罗牌。这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创世的过程，而且它也是一个就是全新的过程。不要被过去给影响到了。你觉得说你过去可能说是学的东西比较少，或者说是你过去吃的太多，然后现在要减肥，那你从下一个当下这一个当下开始少吃一些，多动一些，或者说多看一些书。就是这样不断的一明一灭当中去不断的创世。其实你每一个当下都是属于一种创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当下你都是属于一种全新的，你转生到了一个世界这种状态。你自己要是不断的重复某一个轮回，某一个瞬间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比方说吃太多的零食，像我一样不知死活的天天在那边喝快乐水什么的，那我不胖谁胖是吧？这个的话我自己的选择嘛，我承担这个责任嘛。但是在这边的话，你们不要被过去，哎呀，我那个时候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也会很好，我那样做的话，我这个机会要是抓住的话，现在就不会怎么样过去了，那些都已经消失了，那些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它只是记忆。这就是比较神奇啊，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话，会非常的神奇。你是下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一明一灭，一明一灭之间，你都在当造物主，很强大是吗？很强大不是吗？对吧？所以不要被一些过往的一些东西给束缚住了，过往的东西它已经不存在了，新的人生还在等待着我当下就是转生成了一个占卜师，然后再帮你们抽塔罗牌，然后再解塔罗牌，就是这样，非常的神奇，而且也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在这边看一下啊，这边的话不断的去创世的这个能量，这张牌它会对应到乾卦，乾卦的话呢，它就是那种创世嘛，创世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点，它像是什么呢？它的这种能量状态的话，就像是一切的虚无，从那种零元素，也就是虚无、虚空、混沌当中去创造出全新的未来，这种意思在里面呢。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会阻碍到你呢？过往的习惯，过往的习惯会让你不断的重复某一个轮回。所以要看到这个轮回，然后打破这个轮回。比方说，放下我手中的快乐水，多喝一些热水，然后多运动一下，可能会更适合我。拿我来举例子的话，为什么笑呢？我觉得我好像放不下快乐水，怎么办 ？OK， 没关系，回来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不要被一些过往给束缚住了啊。再然后看一下你们是否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我觉得你们只要前进的话，就是正确的道路啊。对啊。接纳你所创造的一切，然后去改变未知的一切，改变未来的一切，改变未知的一切呢？炸开了呀！这张牌高塔牌啊，这个，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它不是个高塔牌，我没有戴眼镜。它这个的话，OK， 从过往的牢笼里面走出来，就是从过去的这种被束缚住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这种意思在啊。不要再为难自己了，迎接白鸽吧，迎接这个白色的鸽子吧，不要再为难自己了，这个意思在啊。那么你们只要往前去前进的话，你们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从宝剑十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了。反而一直挂念着过往的一些决策的话，可能就会反复创造那个轮回，反复的在一个轮回里面。就这个轮回的话，它并不是说前世今生那种轮回习惯，它更直观的名字叫习惯，但是它从我刚才说的那种一明一灭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又一个的轮回。从这种状态里面走出来啊，宝剑十嘛，宝剑十往下去前进的话呢，它会走到那个什么，它会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在那个什么卡巴拉的那个流意里面，它是会走到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星币六，对，圆盘六嘛。圆盘六的话呢，必然会有一些外界的人来帮助你，或者说必然你某一个瞬间就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哪怕是我现在的视频，你们看到了这个，突然一下子有了一些启发，然后开始行动，齿轮命运之轮的齿轮开始转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只要往前走，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稍微关心一下身边的环境，听听别人在说什么，你马上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啊。所以还不投币吗，亲爱的？投币求币呀！然后再看一下哈，然后再看一下你们这边是否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再抽一张牌哈。
是否是是的？是的，你正在试着去走到正确的道路上面，你正在去找到那个属于自己正确的道路上面。而且一旦你往前去前进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很好的花香，很美好的花香，然后看到更美好的一个场景，更美好的一个未来，更美好的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发现全新的世界，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呢？只要你前进，它就是对的。OK， 那么看一下，不要被过去的这些经验和过去的这个行为束缚住了自己，只要往前去前进，你就是在对的道路上，这种意思啊。那高塔，我刚才就看到了高塔的能量，高塔啊，空白，灭